出事了，兄弟们，腿折了啊！今天啊，打断腿给各位借来了2台新车啊，加上我们公司自购了2台车，今天给各位做一个4车大横评。关于什么呢？关于智能导航辅助。你看啊，我腿折了，我又想开车是吧？这个时候智能导航辅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另外呢，我多花这么多钱啊，选装了智能导航辅助，它到底值不值呢？我们今天就做一个真实的测评啊，玩的就是真实。今天找来的4款车型呢，分别代表了如今智能驾驶辅助的2大派系，一个是以特斯拉为主的视觉派，而另外3个呢，则代表了大多数车型所使用的雷达派。4款车型分别是2022款理想 L9 的 Max 版本，2022款蔚来 ES7 的75度电池版本，以及2022款特斯拉 Model Y 的后轮驱动版，以及2023款阿维塔11超长续航单电机5座版本。今天就将围绕着这4台车型做一个真实的测试。干预一下，介入。我们在成都的2环高架上分别测试了这4款车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，全长28.3公里，中途遇到多种交通情况以及多个匝道口。我们最终以接管次数、上下匝道能力以及智能驾驶人性化这3个方面，对4台车的智能驾驶辅助进行判定。由于 Model Y 并没有选装增强辅助驾驶以及 FSD 自动驾驶，所以只作为视觉派参考。视觉派就像是车上有个望远镜，让摄像头时刻看着前方，通过系统判断来进行辅助驾驶。而雷达派因为采用了激光雷达，雷达向前方发送信号，再配合摄像头识别车辆以及障碍物，2个派别最大不同在于硬件上的不同。从硬件的角度上来说，阿维塔11有着更多的雷达，但蔚来芯片算力更为强大，而理想却减少了毫米波雷达的数量。那么谁才是最强导航辅助驾驶呢？接管次数上，阿维塔11接管了0次，理想 L9 接管了2次，蔚来 ES7 接管了2次。上下匝道能力，3台车都有相应的问题出现。而智能驾驶人性化上，阿维塔11相对稳定，而理想 L9 和蔚来 ES7 都有不同的问题出现。不出意料，阿维塔作为激光雷达的堆料王，成绩表现最为优异，接管0次，而理想 L9 一共接管2次，原因分别为前车突发车祸停滞不前，从而人工接管。它是有车祸，然后这个车横在这儿，它就不知道动了。我现在必须得非常尴尬，我必须得人工干预一下，介入。保持已暂停，请控制方向。我必须得我自己介入，不然他不过去。以及匝道口车流多，无法进行变道提示人工接管。于300米，前方路况复杂，请手动驶入匝道。车道保持已暂停，现在控制方向。车道保持。他没法帮我自动下匝道，他必须让我自己手动开下去，因为路况太复杂，没法适应。而最让人感到疑惑的是，在此项考验中，蔚来 ES7 因为呼叫车机 Nomi 突然退出导航辅助驾驶系统。我来啦！领航结束，当前 Pilot 运行中。领航开始。喊了一句 Hi Nomi 就会这样吗？以及高精地图受限提示退出了导航辅助驾驶，由此得出阿维塔11表现最好，其次为理想 L9，而排名最后的蔚来是否存在着车机智能以及硬件的问题，我们不得而知。相对于接管次数直观的数据，上下匝道能力则全军覆没。阿维塔11在退出导航辅助驾驶时猛打方向，顺带手扎塞了一下后车，而理想 L9 则无法进入匝道，提示人工接管处理。而蔚来 ES7 虽有提示且进入匝道最后一脚重刹直接退出。向右变道，它提示了这个匝道要往右走。领航结束，当前 Pilot 运行中。或者这个3车交汇，哎呦！这奔驰干嘛呀？他睡着了吗？不，很明显 ，NOA 也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知道自己要走。什么情况？吓死我了！刚那个 NOA 没反应过来。
那个奔驰应变道，然后 NOA 一直就没有反应过来，没有去避让它，差点撞上了，把我和奔驰都吓了一跳。奔驰确实吓了一跳。哇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这个太吓人了，这才刚上来，我不想坐车试了，这拿命在坐车试，太吓人了。虽然提示了前方河流注意安全，且识别到了车辆，但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我们被迫进行人工介入，避免事故。3台车全军覆没，难道这么多的芯片加算力真的没有用吗？而在智能驾驶人性化上，理想 L9 在限速80公里每小时的道路上限速88公里每小时，虽然不会遭到处罚，但我们更提倡安全驾驶。同时呢，也因为最高时速的原因，让理想 L9 的初段加速很快，心里难免一紧。还是有点慌，刚开始。同样 ，Model Y 有着同样的问题，虽然手动限速为80公里每小时，但过快的提速总会有一种心脏病发作的感觉。特斯拉是开的最快的，你感觉有点害怕，你感觉没有安全感之外，你看特斯拉怎么一上来这么虎呢？而蔚来 ES7 在车流过多的情况停滞不前，且提示接管车辆，难道1016 TOPS 算力算不过来吗？他不走了，这个非常尴尬。先一直在让。阿维塔116虽然没有出现相同情况，过弯速度过快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驾驶员的恐慌感。在智能驾驶人性化的排名上，阿维塔116排名第一，其次特斯拉，再到理想和蔚来。通过本次测试，总体上来说，阿维塔116的表现最为稳定，其次是理想 L9 和蔚来 ES7。就目前新势力的宣传来说，各家车企都宣传自己的驾驶辅助有多么的强大，不过实际来看似乎还有一些出入，而对硬件也就成为了现在提升驾驶辅助的主要办法。事实也证明，有着更多的激光雷达表现也要更为优异。我们不是唾弃导航辅助驾驶，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到现在导航辅助驾驶，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。我们更看好未来的完全自动驾驶，但就目前而言，导航辅助驾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